学佛人无论显密，除了要了解佛陀的传记，还应该了解一下藏传密教中被视为第二佛的莲华生大士，他展现的宏伟事迹至今仍然被人们传颂不衰。大家深信莲华生大士现在仍在罗刹世界中，他的无数化身就像无边虚空中的星星，在广袤的世界中呈现佛境妙行。只要娑婆世界的众生心心相印，就能感受到他的引导，如愿降临在我们生活中，心中不仅有欢喜，简直就是极度的欢喜。大家好，我是心源。现在人的时间都是碎片化了，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去看成套的书卷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按照一套巨著《莲华生大士全传》为依据，为大家详细的分享莲华生大士，要真实的展现莲华生大士的纹身具身，理解他不可思议的出生、成长、修行、完满成就，甚至降妖、拯救众生、弘扬法教、造福众生等众多奇妙的缘起，绝非是可以通过一般心灵或信息获知的。只有在正确的相应中，按照法则接受并坚守莲师在这个世界的法界缘起，才能在如同虚空般繁复的信息中揭示莲华生大士的心意宝藏。现在莲华生大士的威严身影已经如幻境般出现在大家眼前，这是只有莲华生大士自身庄严秘法的体现。因此这本书中所有的功德宝满都是莲师无尽法身海所显化的一小部分，但要完整的展示莲师的广大成就和修正心得，终究不是一般文字的表达所能完全达到的。因此如果书中有不完善之处，是因为作者的见解有限，敬请大家谅解。实际上只有莲师自己能够真实的描绘莲师，其他人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然而在溯源和莲师的加持下，莲华生大士全传最终完成了。尽管这只是莲师的虚幻身影，莲师不仅在无边法界中描述自己，而且现在已如梦似幻的红身，书写了无与伦比的金刚史诗。只有在莲师现空大悲的加持下，与莲师现前的无上空月相应，我们才能真实的观察这束照耀的光明，这如虹般绚丽的明空。第一篇莲花王，第一章佛陀赋予纯净缘起，明光从佛陀的手中涌流，注入纯净的乌帐呢。佛陀的血液是这片神圣土地中最卓越的艳红，仅仅眨眼的功夫，已度过千万年，如来慈悲的目光依旧不间断地轻抚莲花布满的大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莲华生大士降生于神圣之地乌障那国，位于印度天竺北方。乌障那的领土广阔，横跨5000多里，国内山谷连绵不绝，山川大泽交相辉映，风景壮丽如仙境。在这国家，土地肥沃，五谷丰盈，各种水果丰富，尤其是葡萄遍布各村。山谷成为乌障那国的特产。此外，土地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有以金、铁之产出，使得国民生活富足。乌障那国是极为适宜修行的神圣之地，气候宜人，是修行三昧禅观最理想的地方。大地上生长着繁茂的花果，树木葱茏，各种奇花异草盛开。每逢冬夏之交，修行者和信徒们会采摘这些奇花以供养佛陀。这国人民性情温和，崇尚自然，习惯身披白色毛毡做衣物，冷时可裹身，晒太阳时可遮阳，睡觉时更可当被子使用，极为便利。在禅修时可作为坐垫或盖覆双足，成为修行的方便工具。他们的饮食风俗与印度天竺中部地区相似，只有语音上存在些许差异。崇敬佛法，信仰大乘佛教，爱好学问，擅长诵经，尤其擅长念诵真言密咒。乌障那国的领土包括苏婆伐苏堵河两岸的冲积河谷。苏婆伐苏堵河的源头来自于河波罗罗龙泉，这条龙泉是乌特洛特河和乌苏河的交汇处。整条苏婆伐苏堵河水的源头都是由清澈的融雪和冰川供应，汇聚了河谷上所有小支流而形成。河水顺着山谷向西南流淌，然后缓缓向南回流。上游气候极寒，即使在春夏季节也像雪城一样寒冷。傍晚时分，天空飘起飞雪，雪花五光十色，熠熠生辉，犹如天上洒下五彩花朵。苏婆伐苏堵河是印度河的主要源流之一，不断供应雪山清净的源水，给予清凉和欢乐，同时滋养着印度河流域灿烂的文化。
为佛法与密教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乌障内国崇尚佛教，僧侣众多，他们勤奋精进，学习大乘佛法，以三昧禅定为主要修行方式。他们擅长诵经，音声激扬，山谷回响，戒律纯净，特别擅长念诵真言陀罗尼。因此这里的修行者往往拥有不可思议的真言神通。因此在乌障内国不断传出许多密教行者，他们从深邃的禅定中获得神奇的真言密咒成就，为病苦众生解除痛苦。这些伟大的修行者大多是显现密行，并在秘密的境界中居住，鲜有人知，只有在他们成就显现之际才被传颂。然而通常在他们功德传颂之时，又会突然失去踪迹。在乌障内国的密宗行者中，最杰出的成就者当属那位传说中从清澈大海的莲花中降生的莲华生大士。他不可思议的卓越成就和教化众生的伟大业绩，至今如恒河般源远流长。他居于无生无灭的境地，显现出无死的彩虹之身，直至虚空尽头的轮回，依然不断地拯救我们，直至所有众生圆满成佛。口头语改写：莲花王啊，我们投向你的忠诚。在法界中崭露头角的圣者肯定有着像大江一样悠久而辉煌的来源。伟大的莲华生大士也一样，在佛陀的祝福和无数吉祥因缘的推动下，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他选择了乌障内国作为他降生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佛陀亲自加持和空行护法守护的神圣之地呀。佛陀在乌障内国进行教化，净化了这片神圣的土地，并赋予了它福光，使这块土地具备了孕育莲华生大士的条件。在乌障内国，除了信奉佛教的人，还有很多信奉传统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初始时，大家相互和平共处，没有相互干扰。乌障内国的国王把首都设在蒙揭黎城。蒙揭黎城位于杜西里山西北的支脉上，靠在苏婆伐苏堵河的左岸，濒临着清净的河水。城市的周围约有16-17里，城市内居民众多。沿着蒙揭黎城的东北方向进入大山，就可来到苏婆伐苏堵河的源头阿波罗罗龙泉。在这泉中住着一位阿波罗罗龙王，龙王时常与龙族一起在河水中游戏。这位龙王在过去释迦牟尼佛时曾出生为人类，名为精止。他是一位勤奋的修行者，擅长念诵真言咒语。他的真言咒语能力强大，可以驾驭邪龙，防止他引发暴雨。因此当地人在他的帮助下得以储备余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每家都供养他1斗的谷物，并成为了常规的供养。然而多年后，有些人无法按时缴纳，甚至有人开始逃避这种税收。于是龙王感到非常愤怒，心生嗔恚，发誓要报复这些不敬之民，希望将来成为毒龙，引发暴风雨，破坏庄稼。由于这个恶愿的原因，龙王死后来到了此地，并转世为龙王。他经常引导着雪山的雪水流动，冲刷肥沃的土地，破坏庄稼。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察觉到了这一切，对乌障内国的人民遭受的困扰感到深深的悲悯。于是他决定亲自来到乌障内国，为这只暴龙施展神通，来拯救这片土地。美好的日子来临了，佛陀运用神通来到了乌障内国。他安静而光明的身影缓缓地走向王城蒙揭黎城。此时阳光温柔地洒在佛陀庄严而慈悲的脸上，散发出如虹般的光辉。所有的天神众、金刚护法们都跟随在佛陀身后。佛陀巧妙地观察了因缘之后，又缓缓地朝着蒙揭黎城东北200多里外的大山前进，来到了阿波罗罗龙泉。阿波罗罗龙王看到佛陀抵达此地，内心感到非常惊恐。尽管他内心强大，不愿示弱，于是在河中掀起了巨浪，满天飞舞，弥天覆地，猛烈地冲向佛陀和圣众。然而在佛陀慈光的照耀下，这些可怕的狂风巨浪却奇迹般地转化为和平的光明。威猛的狂怒龙虽然口中咆哮不止，但却束手无策。佛陀现在慈悲地注视着龙王说：阿波罗罗龙王啊，请你不要再怀着愤怒和嗔恨，不要再伤害乌障内国的人民了。你曾经是一位修行的瑜伽士，请你把愤怒收敛，安住在慈悲之心。这时暴龙听到佛陀的话语，尽管在佛陀的祥光下，心中的怒气逐渐平息，
但突然间又回想起他曾经发起的邪恶誓愿，不禁再次爆发出愤怒，不肯听从佛陀的教诲。于是转瞬之间，他又掀起风云，天上雷声隆隆，闪电照耀，他狂暴的呼风唤雨，对佛陀发动了致命的攻击。然而所有的这些攻击都如同阳光下的荧光，丝毫不显其光辉，更像是滴入大海的墨汁，瞬间消失无踪。这些攻击只是增添了佛陀身上的光辉，一瞬间，佛陀的身体光辉如同千日齐照，照耀整个天地。此时，释迦牟尼佛以慈悲的声音对龙王说：“阿波罗罗龙王，你应该相信我的话，放弃一切恶念吧，否则你将陷入邪道，沦为金刚地狱，永远无法超生啊！”这时，大力护法之金刚神突然在空中现出了可怕而威猛的愤怒形态，口中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手举起如巨山一般的金刚杵，敲击山崖，整座山崖在刹那间化为灰烬，声音如同百千雷鸣齐声响动，震得龙王立足不稳。这时，执金刚神口中发出如雷鸣般的巨响，告诉龙王说：“阿波罗罗龙王，你务必听从佛陀的教导，否则如此山一般将化为灰尘。”龙王非常害怕，于是现身跪拜在佛陀座前，皈依佛陀。佛陀为龙王授予三皈依，龙王跟随佛陀念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在三皈依之后，佛陀向龙王开示苦、集、灭道四圣谛，并对他说：“龙王啊，这一切的因缘源自于你自身的贪欲和愤怒。在迦叶佛时，尽管你掌握了真言禁咒的技能，拥有广泛的神通力量，但你内心的贪欲和愤怒仍无法消散。因此，尽管你曾行善事，能够通过禁咒征服邪龙，但你却沉溺于国人供养的粮食。”佛陀宣说这些感人至深的不可思议因缘时，他更直指当初的蛇骨之处说：“在折骨之地，骨髓沿着石头流下，所以当你们观察这座石塔的基石之下时，有些石头的颜色会稍带黄白之色，这是髓汁的颜色。这些汁色丰满，常常保持清晰。”天人大众听了佛陀不可思议的事迹，许多人都感动得掩面哭泣。佛陀在此为天人大众讲完本生故事后，展示了不可思议的神通。他在这块大石上留下了足蹈的印记，并发出百万光明，照亮了摩夷伽蓝。佛陀不断地在乌障内国分身教化，与乌障内国结下了深厚的因缘。实际上，乌障内国的王统与佛陀有亲密关系，他们都是同属于释家族的后代。这种因缘的形成源自于焦萨罗国国王琉璃王对释家族人的轻视和侮辱，导致释家族被灭族，而释家族人逃到乌障内国，形成了这段因缘。当时佛陀刚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佛，人们都尊称他为大沙门，对佛陀非常尊崇和仰慕。而波斯匿王即位时，渴望获得广大的荣誉，心想：我刚刚登基为王，应该先娶释家族的女子为王后。如果释家族同意我的要求，那就太符合我的心意了；如果不同意，我就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要求。于是波斯匿王派遣使者到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国商议婚事。然而，由于当时印度盛行种姓制度，释家族人认为自己是高贵的种族，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其他族裔，同时他们也害怕波斯匿王的势力。因此摩诃那摩大将提出一个计策：波斯匿王非常残暴，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要求，他必定会攻打我们的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我们无法与他匹敌。我有一个办法，我的家中有一位名叫茉莉的女孩，容貌端庄美丽，我宣称她是我的女儿，将她嫁给波斯匿王，以度过这场危机。于是大家采纳了这个计策，将茉莉嫁给了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得到这位释家族女后，并不知道真相，非常高兴，并立即以娶到的释家族女卫利为王后。波斯匿王将茉莉夫人视为第一夫人，因为他相信她是释家族中的王女。后来茉莉夫人生下了太子琉璃王。当琉璃王太子8岁时，根据父王的命令，前往迦毗罗卫国的都城学习射箭技术。在那时，迦毗罗卫城新建了一座雄伟的讲堂，准备迎接佛陀的法讲。释家族人将讲堂视为神圣之地，布置整齐清洁的座椅，挂上庄严的幡盖，点燃香料，焚烧檀香，准备欢迎佛陀的到来。有一天，琉璃王太子和其他孩子来到讲堂玩耍，
但释家族人看到他进入讲堂，非常愤怒，认为游避女生的孩子进入讲堂是玷污了圣地。他们命令护卫将琉璃王太子送回焦萨罗国，而且要在太子经过的地方挖掘7尺深，更换清洁的土壤。琉璃王太子受到这样的侮辱后，生起极大的愤恨之心，发誓道：等我登基为王，必定要消灭释家族。因此，波斯匿王去世后，琉璃王太子正式继承王位。他想起曾受到释家族人的轻视和侮辱，心中愤恨难平，于是他发出宣战宣言，准备攻打迦毗罗卫国。佛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想到母国即将面临毁灭的危险，心中感到十分悲痛，于是独自一人前往琉璃王军队必经之路，静坐在一棵没有树叶的枯树下，等待琉璃王和他的军队。当琉璃王和他的大军从远处走来时，远远看到佛陀在树下静坐。琉璃王下车顶礼佛陀的足下，然后站在一旁问道：佛陀世尊，您为何不在繁茂的大树下静坐，却选择在这棵凋零的树下呢？佛陀回答：家族的印币胜过一切外在的庇护。尽管琉璃王是凶暴的，但当他听到佛陀慈悲的声音时，也不禁感动。佛陀明确指出，他即将前往毁灭迦毗罗卫国和释家族人，而当母国和亲族的庇护都不存在时，其他庇护有何用呢？因此，琉璃王心生感悟，佛陀是释家族的人，而在过去，国与国交战时，只要遇到沙门，总是会退兵，以避免不祥。何况今天是遇到如此伟大的佛陀呢？我现在应该回国，不再发动战争。于是他下令撤军回国。不久后，琉璃王第2次率兵征伐迦毗罗卫国，再次遇到佛陀坐在枯树下，只得再度撤军。第3次出兵时，同样遇到佛陀坐在枯树下，他仍下令回军。第4次出兵时，佛陀了解到释家族的共业果报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没有再阻止。那时阿难看到佛陀似乎有些心事，就很尊敬地问：佛陀呀，我跟随您出家学佛以来，从未见您像今天这样悲伤的表情。佛陀轻声回应：阿难呢，7天之内释家族将遭遇不幸，我面上的悲伤是为了祖国和亲人扶丧。这时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听到后，忍不住说：佛陀，我们应该全力拯救迦毗罗卫城吗？佛陀看着目犍连尊者，慈悲地回答：目犍连，释家族将经历宿命的果报，这是因果的现实，很难改变，而且你不能替他们承受苦果。目犍连尊者却不死心，仍想用自己的神通力拯救释家族。于是在琉璃王第4次出兵包围迦毗罗卫城时，目犍连先用神通力救城中百姓，将500位释家族人从天空飞出。然而一看之下，这500人已化为血水。目犍连尊者这时才真正明白佛陀所说因果果报的真理，神通力无法抵挡业力。在琉璃王攻打诸氏家族时，有4人拒绝从军，被亲族摒弃。这4人分别离去，一位在旅途中休息，突然一只大雁飞到他身旁，亲近他梦幻中。他骑在大雁背上，一直飞到一座大水池边停下。这位释家族人感到彷徨害怕，靠在池边树下休息。此时一位龙女从水池旁经过，转变成人形，亲近他，安慰他的辛劳。释家族人在梦中惊醒，感谢他说：我是个无依无靠的游子，为何如此幸运得到你的温暖照顾呢？他殷勤地感谢龙女，希望与他有缘结合。龙女回答：我们不可能有美满的姻缘，我的父母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与异族通好，我不能违背他们的教诲。尽管感激你的眷顾，但我们无法在一起。释家族人问：这山谷深远，你的家在何处？龙女答道：我是此地龙女，因闻圣族有人流离逃难，幸运路过此处，前来抚慰你。但由于我的业报，我化身为龙女，我们无法在一起。释家族人理解了龙女的顾虑，说：我已了解，我的心愿已满足，十分感激你。龙女回答：你能理解就好，我现在可以离去了。当龙女即将离去时，释家族人在心中暗中发誓，以我一生积累的福德力回向给这位龙女，希望她能转为人身。释家族人的福德力感召着这位龙女，于是她主动地转为人形。龙女获得人身后，感到非常庆幸和喜悦，她十分感激地对释家族人说：因为我过去的业报一直在恶道中流转，
今天托您的垂爱和福德力的庇佑，我的累劫业报身得以转变成人身。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无法完全报答。我愿意陪伴您共度此生，同甘共苦。我现在回去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准备婚礼。龙女回到龙宫，向父母汇报情况，请求他们同意这门亲事。龙王一向对人道心存敬仰，对释迦圣族也怀有感激之情，于是答应了龙女的请求，出来感谢释迦族人说：“贤婿啊，您没有因为我们是龙族鄙视我们，希望您能光临我的龙宫，接受我们热情的招待。”于是释迦族人跟随龙王回到龙宫。此时龙宫内外都在忙着准备各种厚礼，举办各种热烈的宴会来欢迎他，乐此不疲。然而尽管住在豪华的龙宫里，释迦族人每天看到龙的身形，心中还是时常感到畏惧和厌恶，因此渴望离开龙宫。龙王得知后挽留他说：“贤婿啊，希望您不要离开这里，就在我们附近安居吧。我会帮助您获得疆土，成为人君，拥有臣民，享受长寿安宁的日子。”释迦族人高兴地感谢回答说：“岳父，您的话是真心的吗？如果是，我真是太感激了。”这时龙王拿出一把宝剑，藏在宝切里，再放上一块美丽的白毡，然后对释迦族人说：“贤婿，您拿着这块白毡去献给乌障那国的国王，国王会亲自接受远方来人的贡品。您可以在那时拿出御藏的宝剑，挟持国王，夺取王位，这样您的愿望就能实现了。”释迦族人得到龙王的建议后，立即行动，前去献贡。国王接见他时，亲自拿起白毡。释迦族人拿出御藏的宝剑刺杀国王，侍卫们惊慌失措，但释迦族人声称：“我手中的宝剑是龙王所授，具有神奇的力量，对不服从我的人，我会立即加以诛杀。”侍卫们被他的神威吓倒，于是释迦族人迅速被拥立为王。释迦族人继位后，保留了旧有的政治制度，表彰贤者，关心百姓的疾苦。国事安顿好后，他回到龙宫，汇报国家的成功，并迎接龙女回到都城。然而由于龙女宿世的业报未完全消除，尽管已得到人身，但没与国王亲近时，她的头就会恢复成9个龙头。国王感到十分惊恐和厌恶，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趁着龙女熟睡，国王砍断了其余的龙头。龙女痛苦地惊醒，向他说：“大王，你这样做对我们的后代是不利的，这不仅影响了我的寿命，也会给我们的子孙带来苦恼。”于是乌障那国的国王及其后代时常患头痛之疾，虽不是每天，但经常发生。释迦族人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瓦亚罗西内王继承了王位，也就是上君王，传承了乌障那的王统。因此乌障那的王统融合了释迦族和龙族的血脉。从这个观点来看，连华生大士的父亲因陀罗布底王也是释迦族的后裔。莲华生大士可以看作是与佛陀一样，同为释迦族的族人。上君王即位后，他的母亲龙女后来失明了。在佛陀降服了阿波罗罗龙王之后，当乌障那国的教化即将结束，准备返回居士那罗国时，他来到了龙女的宫中，要施予救度。此时上君王正在外狩猎，不在都城。龙女听说佛陀前来，非常高兴，向佛陀表示最深的敬意。佛陀为龙女宣说正见、无常、苦、空、无我等佛法真谛。上君王的母亲由于听闻佛法，心生欢喜，她的双眼突然间恢复了光明。佛陀问龙女：“善女人，您的孩子是释迦的后代，他现在在哪里？”龙女回答：“他正在外狩猎，今天将会回来。”佛陀完成对龙女的教化后，与诸天、护法等准备离去。这时上君王的母亲请求挽留佛陀，说：“无上的佛陀呀，因为我有少许的功德，所以生育了圣族的后代。您亲自降临此地，为我开示宝贵的佛法，使我的双眼能够重新见到光明。现在我的儿子即将回来，能否请您稍作停留等候呢？”佛陀回答说：“上君王是我释迦族的后代，他只需听闻佛法即可领悟，无需我亲自教诲。我因缘已至，要离去了。您可以告诉他，如来将从此去往居士那罗城的梭罗树间入涅盘，届时请他去迎取我的舍利回国供养。”佛陀说完这番话，与众天人一起凌空而去。上君王此时正在外狩猎，忽然远处见到宫中光辉，
心中猜测是否发生大火，因而不敢停留，急忙停止狩猎，立即返回宫中。回到宫中，上君王看到一切安好，心中松了口气。他发现母亲的眼睛已经恢复明亮，感到欣喜难言。他兴奋地问母亲：“我刚刚出宫没多久，为何宫中却出现如此祥瑞的兆头，使您的眼睛重新明亮如昔？”上君王的母亲回答说：“当你出宫后没多久，佛陀亲自降临宫中，我听闻佛陀说法，心中喜悦，突然间眼睛就恢复了光明。现在佛陀已经去了居士那罗城的梭罗树间，即将入涅槃，他要你赶快前去，分取他的舍利。”上君王听母亲的话后，一时间由于悲伤而昏倒，久久才苏醒过来。他立即下令准备车程，直奔居士那罗的梭罗树间。然而到达时，佛陀早已进入涅槃。当时各国大王轻视上君王，认为他是边疆之地的人，不愿让他参与分取佛陀舍利的盛事。但朱天众和各国大王重新宣示了佛陀的意愿，才同意上君王分取佛陀的舍利。因此上君王乘坐大白象，携带佛陀的舍利回到乌障内国，在大象行走到国都蒙揭离城西南60-70里处，经过一条大河时，大象突然跌倒在水中，溺毙而成了一块象形的大石头。于是上君王在大河东岸，也就是象形石头旁边，建立了一座高约60余尺的佛塔，供养佛陀和他的舍利。这期视频节目就结束了，能看到最后的可以评论区回复一下完播，给个反馈吧，这有利于我后续为大家制作适合长度的视频。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